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43期，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美股盘前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看到纳指美股市场整体的观察，它的趋势、它的方向。我们会通过 K 线、趋势结构以及空间的支撑压力技术分析。第二部分，我们将讲到个股解析。首先，我们会重点去讲解特斯拉、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高通、皮尔 TR、MSFT、TEM、Meta、苹果、SMCI、MSTR 等以上8只个股的行情快报。阿哲会着重介绍他们的短线关键点位以及风险和机会，希望以上3个部分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首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那么这里可能视频的时长会较长，内容较多，而阿哲呢已经提前为大家准备了时间轴，在下方的播放按键旁边有一个三角形状，点开之后会是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那么每一个内容都有对应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后，您可以快速简洁看到您最想要看到的内容。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从头到尾完整的收听本期视频。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阿哲会讲一下决策阴线。在前期我们很多期的视频当中，通过三阳小顶以及 IR 模型结构，我们把握到了很多的低点以及高点。你知道在震荡的行情当中，怎么在高点去识别风险的产生，以及低点去识别机会的出现，只要看懂 K 线就行。如果您是新同学，对于三阳小顶和 IR 模型不太了解，也可以看一下阿哲近期、往期的2-3期视频当中都有讲到。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新的阴线的模型，叫决策阴线的 K 线分析。所谓决策阴线，它要符合2个条件。第一个，它得是一根假阴线。所谓的假阴线是股价当天的收盘比昨天收盘抬高，但是它却是一根阴线。也就是说，它是一根上涨但最后收阴的 K 线，它是一根假阴线。而同时，它最好也是放量 K 线。当符合这2个条件时，阿哲定义它是一个关键的上涨时的决策阴线，就会影响后续的方向走势。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的图表。刚才我们讲到有几个假阴线的产生，在最近的行情当中，是不是这一天是假阴线，它也是假阴，包括这一根也同样是假阴线。那么像前期这一天它也是假阴线，包括前面这里它也是一根假阴线。假阴线的产生虽然不会太多，但是每一次产生其实都是在比较关键的位置。我们看一下这些假阴线底下的成交量，最新的这一天是放量的，而前面这一根呢，它是略微放量，这一天是明显的放量，前面这一根它是缩量的，而再往前看到这一天它也是放量的。那么决策假阴线它一旦出现之后，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来决策方向，去判断后续的短线走势，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当你发现它是一根假阴线，并且最好是放量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它的实体上沿以及实体的下沿将作为后续决策的关键点。当价格能够快速的站回决策假阴实体之上，也就是假阴线的开盘价之上，我们认为短线方向依旧能够看涨。反之，假如很快速很果断的跌破了假阴线的下沿，它的假阴线的收盘价格，那么我们认为后续方向将大概率会往上去运行，除非它快速的再去往上突破。所以你会发现的是，前期这里出现决策假阴跌破之后，价格选择短线下跌。而像这一天也是放量的假阴线，价格上涨当中，第二天立马突破阴线的高点，更不用说它的收盘价了。所以股价短线依旧还是能够决策向上。那包括这一天呢，它也是放量，它也是假阴线，价格后续盘中好像要突破它的高点，但最后呢还是收盘跌破了它的下沿，它的收盘价格。所以短线我们认为会往下走，出现了单日的下跌暴跌。前面这一根假阴线，因为它的成交量是明显的缩量，不太符合决策假阴的需求，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不以此去观察。那么看到现在，它是股价在上涨当中连续阳线当中出现的一根假阴线，底下的量能呢也有略微的放量，符合决策假阴的需求。而这根假阴线它的实体上沿，它的开盘价格以及实体下沿它的收盘价格，则作为后续决策的方向。
价格如果收盘跌破，则说明决策阴线告诉我们这里方向下跌。如果能够去收盘站上，最好是实体阳线站上，我们认为将会跟前期这里一样，还有上涨空间，短线还能看涨。而这就是决策假因在当前市场告诉我们的一个关键价位，关键防守是它的一个收盘价格，目前还没跌破，所以在右侧的角度来说，目前的风险还没有出现一个释放的迹象，我们需要以此作为防守位，小心后续跌破的行情出现。而这就是第一部分关于决策阴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趋势结构上，在前几期视频当中，阿哲一直讲到20057.88和20158.40都是目前震荡上轨的重要压力区，前期每一次碰到它都出现了下跌行情，而且每一次都是明显的下跌，也就是说多方到此容易遇阻，空方到此容易反攻。而现在的行情在震荡行情当中又来到了这个区间之内，连续的2天时间都尝试上攻，尝试突破，但是对于20057.88对于这个压力的下沿都没能够有效突破。昨天收盘是在20056左右，并没有去突破，所以当前是连续2天试探，而且都失败了。那对于压力位来说，它属于有效的压力表现。在这里我们再次的去重申一个观点，就是市场当前处于震荡区间，我们在震荡区间内讲究的是上涨要去高抛，下跌要去低吸，在上沿附近做多空间有限，在下沿附近下跌空间有限，所以高抛低吸是目前市场一个较为不错和保守的操作策略。当股价从这个低位以及前面的 IR 模型的低点，如果上涨你出现了盈利，出现利润，走到这里，阿哲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获利的兑现以及落袋为安，而不在这里去加仓，或者说去博弈去赌它后续会出现加速。在这里去加仓，在这里还是维持看多的同学，阿哲认为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前面可能买的比较晚，成本较高，获利较少，那么在这里想要去赌一把，可能会出现一根大阳线去突破，导致我们的账户再次的盈利翻番。但这本身呢，阿哲说过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假如它不出现，反而是跟前期一样的出现暴跌呢，那你本身的成本就较高，利润就较少，那么本来有钱赚，最后反而变成没钱赚，还亏钱进去。并且我们去假设一下，如果在这里获利了结，那么后续出现大阳线突破，难道这个位置大阳突破之后就不会再给到机会去买进吗？肯定也不是。我们说突破这个压力区间之后，股价的上涨空间将会打开，那个时候你什么时候买都不会晚，而现在没有必要去赌。这也是阿哲最近一直提醒美股在一个风险区间的原因。只要目前的纳指还在压力位之下，这里美股就是风险地带，唯有大阳突破，亦或者是风险释放产生下跌，那么我们才会去找到新的做多机会。而在这里的盘整是给到左侧获利了结的机会，而如果您是右侧相对保守的话，你可以把决策假阴线作为防守位。当然如果是发生前期这种下跌，可能这种防守位出现跌破时已经让你有所亏损，所以左侧和右侧看大家的选择。如果这里是震荡行情并且维持的话，左侧的卖出一般比右侧要更加及时并且求稳。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决策假因以及趋势结构的2方面分析，希望大家呢能够听得明白，能够理解阿哲的意思。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阿哲提醒各位可不要忘记点赞阿哲本期视频，支持阿哲的创作哦。如果您的时间较为宽裕，有时间，那么也可以给阿哲的视频留下您宝贵的评论或建议，那么阿哲看到也会很开心。感谢老同学的点赞评论，感谢大家的支持。假如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的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假如以上内容对您有所帮助，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之余，能够在进步之余，能够点一下阿哲频道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您就成为了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点开全部铃铛，那未来阿哲的每一期技术分析看美股的视频，您都可以及时的观看，及时的得到阿哲最新的观点。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订阅，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叫空间技术点位分析测算。这一部分内容是阿哲每天做短线的日内预测所用的。只要您是新订阅阿哲频道的观众，那么在每天盘前您就有机会收到一条限时的福利信息。
在这条信息当中，阿哲会讲到关于纳指和特斯拉的空间点位、日内的支撑和压力在哪里。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两个图表，就是阿哲呢在2月18号以及2月19号这2天在盘前所发布的信息，一般呢会在香港时间4点半到5点半之间去进行发布。而你会发现，在最近2天的盘前解析的信息当中，都有提到一点，虽然在指数在 K 线动能上，当前还是维持看涨的，不管是纳指还是特斯拉，但在阿哲的主观的技术判定当中，阿哲认为目前就是一个左侧的获利区域。在这2天都提到了，短线目前美股属于高抛获利兑现阶段，以及在昨天也提到左侧目前还是获利兑现阶段，右侧就以阴线收盘作为防守位置。现在我们看到右边的 K 线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在图表上呢，每根 K 线底下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红色和绿色，阿哲称它为红绿灯。当市场出现红灯时，说明阿哲每天给到的日内高点压力是被突破的，说明多头很强势，这一天后续可以去看涨，或大概率阿哲认为会延续上涨。而假如出现的是一个红灯 K 线，则是阿哲每天盘前所发布的那一个预测低点支撑在盘中或者说在收盘被跌破了，它表明的是空方比较强势，所以当天它的底下将是一个红灯，后续市场容有风险产生。所以空间点位预测是阿哲呢每天观察今天的市场多方动能是变强还是变弱的一个判断依据。当市场出现绿灯时，说明多方很强；当没有绿灯而是红灯时，则是空方强势。如果红绿灯都没有，则说明目前的市场在延续之前的方向在运行。我们看到前面这个股价走势，在这一天出现了大阳线上涨，所以它当天很明显突破日内预测的压力，它当天就是一个绿灯。而目前的股价走势底下没有红灯，没有绿灯，当天日内没有突破压力，没有跌破支撑，所以这3天时间属于延续之前的动能上涨，它属于一个续涨的状态。而因为没有绿灯，所以动能上是不如之前的上涨，动能是在消耗，有所衰竭的动作。在这里，阿哲也同时给出今天预测的低点支撑，今天日内要关注一个价格 19,992.57， 这个价格如果日内收盘跌破，那么这意味着本次的上涨将出现首根空方强势的 K 线，那么也属于右侧风险的释放，这就要特别小心是否高点的出现下跌的开始。当然了，关于这一个点位预测，它的高点以及后续的每天预测高低点，阿哲呢都会在盘前的时候公布在 Telegram 的信息当中。那么这里呢，给大家去提醒一下，如果您是一位新订阅阿哲的频道观众，那么可能呢您首次到达阿哲频道，不太清楚 Telegram 的信息每天怎么去领取和阅读。这里阿哲教一下大家怎么去领取到这一条盘前解析信息。首先，先点击订阅，成为阿哲频道订阅观众。第二步，您可以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打开，您会看到一个置顶的评论，是阿哲在评论当中所去发布的。接下来，您在置顶评论当中会看到一个链接，链接呢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联系方式，点击链接，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那么跟助教老师发送一个文字或者说口令，叫盘前。那么助教老师知道您需要报名领取每天美股盘前的消息解读，所以如果您是刚订阅阿哲的朋友，那么您想要得到这一个盘前解析信息，可能需要劳烦您动动小手指发送一下盘前给到助教去报名领取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有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的3个维度的解析。我们首先看到特斯拉，现在所看到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这也是它的日线图。在前期下跌单边走势下，到了 324.24 附近产生了支撑，而股价目前是一个反弹走势。在前2期视频当中，我们用时间预测和空间点位支撑来判定，这里有机会是一个中期底部的区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中期交易的守则，就是价格只要不跌破 324.24， 或者说不有效跌破这个区间，我们认为这里是特斯拉本次下跌以来出现的波段底部区域，价格后续将会有一个较为可观以及较长时间的上涨。截至目前为止，在右侧上我们有一笔右侧的买入交易，就是这一根阳线。
而昨天的 K 线虽然日内有所大涨，但是因为最后是冲高回落，有一定的上影线长度，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天还不是作为一个买点的绝佳时候，或者说加仓的绝佳时候。第二笔仓位目前还没能够去买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前期所下跌破位的空间支撑，在后续往往也会产生压力。昨天的上涨为什么后续回落？因为在 361.73 的位置，特斯拉有一个压力，价格当前还没能够去有效突破，在这里已经承压3天。所以目前我们的加仓，我们的第二笔买进，最好是收盘去突破 361.73， 而后去买进会比较的可观。假如不能够短期突破，而可能受制于市场的回落而导致下跌，那么你要关注一下 341.46 以及 324.24， 在本次回落过程当中是否会产生关键价位附近的反转，或者说止跌反包，那么等信号也可以作为止跌的买进，止跌的加仓。以上就是对于空间上特斯拉的解析，我们在中期在波段上看涨特斯拉，而上涨突破压力可为加仓点，下跌在支撑上有所止跌也能够去寻找加仓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短线资金和动能上的分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上方是特斯拉的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资金指标。动能 K 线就是我们所预测的日内高点和低点，跌破则是红灯，突破则是绿灯。在最近的走势当中，行情产生上涨，而昨天以及之前的买点这一天都是绿灯，而我们看到调整是没有红灯的，所以目前 325.1 后的反弹到现在为止，多方占据绝对优势，市场还是强势的，空头呢也没有出现冒头，多头保持极强的态势。而我们再看到下方，曾经我们说过 BBD 怎么去使用，要关注它的某些信号，第一个就是上穿和下穿时，比如说曾经的下跌哪一天是下穿，是这一天。如果股价上涨回调，那么资金下穿 K 线有机会成为回调的低点，所以这一天是当时上涨回调时的关键的一根 K 线。但可惜的是，它后续的低点被跌破，而高点没能突破。我们在确认低点变盘后，需要有一个明显的上涨信号来佐证。而如果低点变盘后没有出现止跌，没有低点，那么多方没有冒头，则说明这里空方占优，还会下跌，所以后续依旧保持下跌态势。而当前呢，属于下跌当中的反弹，那么也同样如此。下跌中的反弹，它的反弹高点很容易在某一个关键 K 线上出现，这一天就是股价的上穿 K 线。前面的价格一直在水下盘整，而最近终于出现了上穿，那么上穿 K 线属于下跌反弹当中的变盘点。那么昨天的这根 K 线冲高回落，则作为高点变盘的一个可能。当然，阿哲这里指的是短线结构方面。那么目前就要关注一下它的低点会否被跌破，以及它的高点能不能被快速突破。假如这个位置的高点能够被快速的去突破，那么我们认为市场的上涨是强劲的，而后续它也会延续上涨，类似于前方这一个位置的破位一样。而这里如果出现是下跌，那么则有点麻烦，说明多方动能还是有所不坚决，短期那么这里将很容易形成初期的底部震荡。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行情，曾经呢，阿哲也认为这里是中期的底部阶段，后续的上涨当中，但却遇到了一个变盘的高点。这一天是不是股价从低位连续资金流进之后上穿的首天？这一天的低点被跌破，高点没被突破，所以它是一个下跌反弹当中的变盘高点。所以目前又来到了这里，股价下跌反弹好，这里呢它又是一个上穿 K 线。那会不会和前期这里一样，又是一个变盘高点？你要小心，这里是对于多方的一个考验，它最好要快速的去突破，我们去加仓，我们去看涨。如果不能快速突破，那么多方力量在本次低点后还是比较弱的，就要小心了，前面低点的可能性就会有所降低。这是对于特斯拉资金和动能上的观察。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英伟达，现在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日线空间图表。在股价走势当中，前期是出现了下跌，而跌到116附近出现止跌反弹，而这一波价格的走势已经有点脱离反弹，更像是反转态势。因为价格本次的上涨有许多的量走势，而最后一根阴线冲高回落，它把前方的缺口补掉了。我们众所周知，这个缺口的产生是 DeepSeek 的影响，而目前已经回补，说明价格上已经回归之前的走势。这种恐慌的情绪已经被消化，而从空间上来讲 136.98 是一个压力位，价格出现了上涨突破，而后目前连续3天都在 136.98 之上，
所以大概率呢为突破有效。而突破有效的压力将会转为支撑，所以目前的股价在右侧上，我们可以这么去跟踪，只要不跌破 136.98， 那么市场当中的股价趋势就还不会被破坏，并且在 136.98 之上的调整都属于强势的调整，都属于对于支撑有效的确认，后续的价格将会往上再去试探上方的压力。一个一个压力的突破就好像一个一个台阶，每次的有效突破缓和之后，将会再次去试探上方压力的是否有效，而每一次的突破将会打开空间。所以 136.98 的突破则说明股价是有机会到达 144.97 的，前提是不要出现再次的跌破，而是支撑有效。这是在空间上我们所能够去看到以及观察的。136.98 是目前下跌调整时英伟达短线的支撑位和强弱的分界，只要保持在此之上的调整，就都属于有效的以及强势的调整。同时，这里如果您比较认真，也会关注到这一天是决策假阴线，而它的低点，它的实体下沿略微跌破。那么这里要注意了，一般我们所说的跌破，最好不要是假阳线，亦或者是一根十日星。那么像昨天的英伟达是十日星跌破，所以这里的破位信号是不太明显的。作为决策假阴来说，这里还不选择向下的看待。所以通过空间层面以及决策假阴方面，当前的英伟达风险都还不算很大，只是呢略微出现调整。那为什么阿哲会说上涨动能不太够，甚至呢容易在这里出现衰竭呢？刚才我们所讲的是右侧的分析，现在我们讲一下左侧的一些分析，相对提前的预知的信息。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你应该听过阿哲曾经讲过的一个知识点，叫做新值。所谓的新值是市场当中上涨和下跌动能时的一个计数方式。比如说，价格的走势如果出现了一个低点，而低点后出现上涨，只要创新高，并且是上涨 K 线，我们就称为技术1。上涨创新高，后续则为2，这个新高创的是1的新高，再次上涨创新高，创出2的新高，这里是3，以此类推，这里是4，这里是5后没有新高，并且后续是下跌的，那么就不计数，跳过。再次出现上涨新高，这里为6，然后再次新高，这里为7，这一天又是上涨新高，所以这里为8。如果您还记得阿哲曾经讲过的，在市场上涨当中，一般关注几个数字3、6、9，这3个数字是容易在短线上上涨衰竭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英伟达从前期的这个低点开始，是否有出现过上涨创出9次新高而没有调整的？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像我们走势最为强势的这一波行情，你来看一下，股价呢第一点出现创出新高，这里为1，这里上涨新高，这一天为2，再次新高，这里是3、4、5、6、7，哪怕是这一波更加强势、更加单边拉升的走势，它也只是7次新高。那么像这种一次的上涨，基本上都只在3到4次新高就结束了啊，3到4次新高就结束了。那么像这个低点开始，这里是1、2、3、4、5、6，到6的时候出现调整，而6之后呢，再次上涨新高，这里是7，这里是8。你会发现，哪怕是这一个行情，它也只是出现了8次新高，那么其他的就更不用数了，肯定呢是在9次之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在前方低点以来的上涨，最多的一次就是8次新高，相对这一次是7次新高。而现在呢，从这个低点开始，连续单边上涨也到了8次新高。所以从左侧的动能上来讲，单边一次上涨涨到这里，已经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风险区域了。假如您是持续的前期比较低的成本买进，一直短线盈利，走到这里，右侧虽然没有风险，但是左侧获利了结是已经合理。这也是阿哲认为涨到目前为止，涨到现在到这里，英伟达上涨动能极其容易变得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分析。它已经来到了9次新值附近，而9为极数，这一波单边上涨很容易在这里结束，而后至少会有一次调整产生。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资金和动能分析。现在我们看到的图表是英伟达日线图，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指标。这一个动能 K 线和刚才所说的新值是不同的，他们对于动能的看法和计算有所不同。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低点后的反弹到此为止，多方的动能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绿灯，说明在短线上，在日内多方都保持极强的态势，而它的调整
都没有出现红灯，也就是说空方目前还没有走为极强。所以在这种单边上涨当中，如果左侧的新值告诉我们它的一个趋势上涨动能有所不足，可能会衰竭，但是从右侧来看，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确认的信号。那么如何去确认？我们在上涨当中可以去等待一根红灯 K 线，这也属于右侧相对保守的一种手法。如果您是有比较多的利润，那么走到这，您可以接受左侧去卖出，而不怕后续可能再次上涨，那么可以在这里获利了结。如果您说阿哲，我可以接受一定的回撤，但是我想要把握后续的上涨，那么你可以用右侧的操作手法去卖出，去等待风险的产生。比如说今天如果会产生一个红灯 K 线，这里要看到一个点位，这个点位是 136.155， 股价呢，假如收盘价出现了今天收盘跌破 136.155， 那么今天将会是一根红灯 K 线，也是股价呢自 113.01 上涨以来首根红灯 K 线，那么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看到资金层面，刚才我们讲过一个变盘点的识别，就是股价上涨时的上穿 K 线，你要去关注。那么何时上穿的呢？我们看到底下由负数转为正数，水下转为水上的一天是这一天，那这一天是下跌反弹的关键点。如果这一天就受阻了，一般说明就是反弹，很容易呢就回落或震荡。当这一天之后，股价快速突破，而后有所支撑，继续启动，所以它是一个延续上涨，并没有受到变盘高点的影响。那么现在已经资金完全保持在上方，那么这里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下一个变盘 K 线或关键 K 线？这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这两天也可以作为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它出现了连续流进的流出，可能有风险的识别，低点不要跌破，高点要突破，所以你会发现走到这里，是不是它也是一个调整低点？那目前上涨又出现了调整，那这一天的10日线它也一样是流出 K 线，低点应该产生支撑，如果低点有支撑，说明英伟达的多头还是很强势的，这一天又是一个低点。它的高点要被快速突破，则可以依旧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动能还没有结束，这里还是能够看涨。所以目前把10日线作为关键，低点最好能够作为防守，不要跌破它的低点，这是从 BBD 的指引当中去找到的关键的 K 线。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3个维度的技术面分析，希望对你能够有所思考和帮助。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我们说一下高通、比尔 TR、微软TEM、Meta、苹果 SMCI、MSTR 的个股讲解。我们先看到第一只个股高通。高通的股价走势最近呢，在连续强势的上涨之后，出现了一个盘整行情，它的盘整时间也不短，一直呢在积蓄的能量。我们不知道它是会上涨还是下跌呢？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选择盘整，而不是更高的地方或更低的地方？那么曾经我们讲过，关注前方大阴线一半的价位。前方的阴线也是一个冲高回落有很大套牢筹码的阴线，而后股价单边下跌，所以这一天的高点有很多曾经追高进来的人，而股价到这里就产生了抛压，很多人呢可能也有所解套。那么当前在大阴半的位置已经连续出现了3次的上攻，而后都收出影线，不能够去有效的突破。那么走到这里，我们要再去注意一下，昨天又是一天上攻而后回落，收盘没有突破。所以当前这里呢，能不能去有效突破，我们可以看一下资金和动能上的表示。阿哲呢把图表放大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的这几天的走势当中，已经有连续的1、2、3，有接连的3根绿灯产生，所以高通的资金短线上还是蛮强的。如果能够维持绿灯，维持延续上涨，那么肯定能够把左侧的压力给突破，大阴半的筹码给消化，毕竟已经连续多次的上攻，这至少说明是有资金在尝试去消化上方的套牢筹码的，那么是尝试的想要去上涨的，这是一个短线上资金比较看好的表现。而在下方的资金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是不是也是下穿的 K 线？我们来看到曾经上方有向下，而后这一天是下穿 K 线，股价如果是上涨回调，那么下穿 K 线为关键的低点变盘，它的低点确实是没有跌破的，这个低点它的产生，它是一个震荡的低点后的上扬，而它的高点目前已经再次的出现突破，曾经这里的突破没有出现有效突破，现在这里能不能有效突破？关注一下前面这根长上影线的高点能不能够出现后续的支撑，如果这里调整，
最好是不要再次跌回，可能还得盘整。而目前的价格又出现了底下资金的上穿 K 线，股价出现下跌反弹，上穿 K 线为关键的反弹确认点。如果这一天的高点确实后续下跌，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是反弹高点，它的低点如果被跌破，将会更加的肯定它是一个反弹高点。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不跌破前方下穿 K 线的低点变盘之前，去往上去突破变盘高点，那么高通将会再次的回归多方强势，这是一个结构上的多方强势，跟动能 K 线短线的多头强是不一样的。如果短线多头强而后又能再次产生往上的突破，则结构上也会变强，那么市场高通将会再次出现我们所看到的延续的上涨。下一只个股是 PLTR， 昨天 PLTR 出现当日的大跌，跌了负的 10.08 个点，下跌了负的 10.08%。而这一波下跌，我们会发现它是没有出现下穿 K 线的，也就是说，股价在上涨途中，其实资金呢有所流出，你会发现吗？已经有所流出，而这一天开始，明显的表现在价格上是大幅的流出，而价格出现下跌，下跌时离底下的资金还差那么一点点距离，但是也所剩无几。也就是说，这里只要再往下跌个一两天，就会出现下穿 K 线。不过昨天这一天它不是。所以后续呢，如果产生下穿 K 线，那么阿哲呢也会在行情视频当中给大家去播报。当前只是刚开始下跌，还没出现下穿，大概率呢今天将会是下穿 K 线。而昨天的这个态势是创高收低，所以它是一个负线组合，负线组合的关键 K 线也在今天。那么如果你学过阿哲的复阴线，那么你会知道，那么今天将会是 PLTR 一个关键的日子，今天的 K 线它将会是一个接下来交易的关键点。从动能上来看，价格的股价走势目前是一个红灯，昨天为绿灯，今天为红灯，我们说这是一个比较风险的信号。昨天为绿灯，今天为红灯，说明昨天的绿灯有可能是反弹，或者说是一个诱多，除非它再次转为绿灯，那么才有可能是抵消。所以在前面这里出现了绿灯、红灯，每次出现阿哲都会提醒一下风险，但如果又是一个绿灯回归，那么说明风险呢有可能解除，当然它这也是一个变盘的信号，那么这里阿哲呢就不再去强调了。而这里呢，它也是一个绿灯后立马走为红灯，这说明昨天的绿灯呢也大概率有一个诱多，有一个反弹高点的可能。而在这里呢，你又会发现昨天为绿灯，今天为红灯，所以昨天的绿灯大概率又有一个诱多的嫌疑，所以这里形成高点的概率就很大。出现了这种红灯，并且是负阴线的 K 线之后，我们对于 PLTR 应该是获利了结、获利兑现，不要再去盲目的持股，不要再让你的利润回吐。所以这一根阴线的产生就应该去离场了，这是对于 PLTR 阿哲短线的看法。关键 K 线在今天产生，它不只是负阴线后的 X， 也是下方资金的下穿 K 线，所以今天有机会是 PLTR 的低点变盘点，不过还需要后续右侧的确认。我们再看到微软，微软最近的表现是有点特别的，它出现了低位连续的阳线，连续的6根阳线。那么这种情况，在一个长时间下跌、整体保持宽幅震荡的个股当中，在低位是不太多见的。但你会发现的是，微软的这个个股却经常发生，这里有连续的阳线，前方这里低位也经常有连续的阳线，包括这些位置都经常会有连阳的产生。所以在这一个结构当中，我们认为目前的微软处于一个震荡行情的下沿。在最近我们的公开直播当中，阿哲有讲过微软的判定，它是一个震荡行情，并且目前已经跌到了一个震荡行情下轨附近，下跌空间其实是有限的。如果对于相对求稳的投资者，你说阿哲目前的 PLTR、SMCI 等等个股都已经上涨了很高很高，还有英特尔等等，那么我应该怎么去找到更适合我这种保守的？我就想要抄底，想要买低一点，涨多涨少无所谓，只要低一点就好。那么微软这种类型的个股在震荡区下沿，亦或者超跌反弹的准备区间，那么这种个股是比较适合您去操作的。我们看到最近的几根 K 线虽然都是阳线，但其实底下没有绿灯，所以说明这一轮上涨如果真的有资金布局，那么它的动作是比较轻微的，在动能上没有表现出多方极强。而在下方 BBD 的资金中，你会发现资金从低位开始流进，昨天的这一根阳线是不是开始上穿？上穿的阳线为关键的一天，那么这一天在下跌反弹当中产生，则有机会是一个关键 K 线的变盘高点。
但因为它的位置够低，它不是在一个高位的变盘，所以它还好。我们可以以此呢，反而去作为对于多方强势的判定。如果价格能够出现阳线不错的去突破，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微软的抄底时刻。而现在刚刚出现变盘，所以不要着急去抄底。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底部关键 K 线，价格在这个区间内运行都是安全的，它只要不跌破它的低点就行。这种操作方式就类似于前面这一天，前面这里呢也是上双 K 线，它的低点为支撑，高点为压力。那你会发现是不是高点突破有加速，回来低点有支撑，但是有效跌破之后又出现了延续的下跌，所以这种上双 K 线为下跌反弹的关键点，而目前又再次来到关键点，能否抄底？看好这根底位的变盘 K 线。下面我们看到 TMAI。这个个股最近也是比较火热啊，比较热门。我们看到在连续的上涨当中，它出现了久违的一个红灯，在短线的动能上，红灯代表空方强势，并且它这一天的 K 线是一根防守阴线，还记得吗？这一个阴线阿哲很久没有讲了，叫做防守阴线，就是股价没有创新高，而后收盘却跌破昨天阳线低点，所以它是一根高位防守阴线，又是一根红灯 K 线，风险比较大。除非 TEM 后续能够突破防守阴的高点，我们再去认为短线多方还能看涨。而现在在阴线的高点之下，股价的上涨则多为反弹，这是我们从短线的动能上所得到的一个结论。目前有所风险，并且后续的上涨不突破防守阴高点，多为反弹。那么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还讲到另外的观察方式，就是左侧前方两个重要高点。这两个高点它目前被突破，并且突破之后时间站上了4天，而价格有明显的上涨波动，所以目前是否有效，我们可以掌定它的突破力度是足够的。那么价格往下去调的时候，你要看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大体是左边这一个高点的阴线附近，看到这里，这一个高点阴线它的上影线附近，我们来作为突破有效的确定。价格只要回落，在这个影线区间有所支撑，而后出现上涨，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突破有效的可能。而目前出现了回落，回落时2天的下影线都刺进了这一个前方上影线的区间内，而后都有支撑，这说明确实有人认为这里是一个支撑有效的地方，而后每次跌下来，在日内会去买进，会去做交易，而且最近2天都还是蛮成功的。但是阳线上呢，没有出现日线上特别强的反应，只在日内产生强势，所以还不足以影响到日线的图表。最好在日线上也能出现一根比较不错的实体阳线。在此之前，我们认为日内有机会，但是日线上还不构成多方强势的表现。而假如这里一旦出现跌破，那么在回归之前，我们就尽可能的去小心了，因为一旦跌破，说明前方这里将容易变成压力，市场呢在这里反而可能会出现一些看空资金的做空行为。下面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比皮尔 TR 还提前跌了一下，所以皮尔 TR 呢是干跌不久，而 Meta 呢是昨天前天已经开始调整。调整的时候，资金是不是之前连续流出，价格上涨，然后这一天呢出现了变化？其实在这一天之前我们就说过了，连续的流出，然后这一天是流进的。好，连续流出后流进 K 线是不是关键 K 线？它的低点很快被跌破，高点没被突破，所以作为上涨中的关键 K 线，低点被跌破，你要小心。它呢应该提前1天来告知你风险。而股价出现下跌，这一天是关键 K 线吗？这一天不是，我们的关键 K 线是在下穿的这一天，这一天股价下穿，而下穿我们的认为它会不会是变盘低点？它的低点目前已经被10日线所跌破，不是有效跌破，但是也确实跌破了一下。所以你要看一下接下来能不能够2-3天内去修复去站上，如果再次出现阴线下跌，那么确定了跌破有效，这里将是要延续下跌的，就要小心了。我们通过资金上可以给大家一个下跌的空间，第一个支撑位在哪里？看到前方连续流进时候的流出 K 线是它，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当前是不是有所支撑？有一个小小的10日星产生了下影线。前面这一天它为之前的关键 K 线，没有被跌破而被突破，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支撑有效。价格目前跌到这里，在这个区间内要止跌，所以这个区间的下沿你要关注一下。最低价当天是1月31号，最低价是685.58， Meta 当前在这个价位之上，
最好要撑住，撑不住，那么将继续往下跌。下面我们看到苹果最近的走势就是连续的上涨途中。我们曾经讲过，左侧的阴线是关头阴线，关头阴线之下的上涨为反弹，而前面这里的下跌呢，它出现了回调下穿，所以它是一个变盘低点，出现反包去买进。这一天提醒了买进，而之后股价出现上涨，上涨的目标位就是上方关头阴线的高点。而最近的上涨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行为？虽然都是收阳，但是实体在变小，不断变小，说明上涨动能在减弱，它是一个三小顶的运作过程。这种过程当中，短线有盈利，我们以此做反弹，空间在关头阴之下，那么这里去获利了结，阿哲觉得也是 OK 的。从资金上来看，连续的流进而后流出 K 线就在昨天为流出，那么又是10日星为关键 K 线，它的低点一旦收盘跌破，那么哪怕左侧你不去卖，右侧在跌破的时候也要去卖出了，这是最后的一个提醒。同时要注意的是，关头阴线的高点假如能够被收盘突破站上并且有效，那么其实这一波反弹也将容易成为反转，但这个可能性当前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阿哲呢就简单讲一讲，不作为重要的参考。这里以反弹高点来看待，只是风险还未释放而已。接下来我们看到 SMCI 最近出现连续的暴涨，在上一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一个观点，就是前方的这一个区间是不是当时的这一根阳线的位置，我们去发布了一个视频，讲解了某一位同学他的自选个股就是 SMCI。当时我们有讲过，前方这里的上涨涨到这里为什么会下跌涨不动了？因为左侧这里有一个密集的区域，而曾经这里是被快速跌破，逃都逃不掉，所以这里呢有很多的套牢盘，当时来到这里被抛压所致，出现了高点。那么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当时有讲过，你要小心阴线的产生，如果有阴线也要去跑，也要去注意。当你会发现本次跟之前不一样，之前呢有抛压影响，而现在是不是快速的去加速，快速的去上涨？它不止没阴线，反而有大阳，反而有加速，有跳空。所以这个缺口就类似于前方这个缺口的反应，前面这里让很多人反应不过来被套牢，而现在这里呢也让很多空方很多散户反应不过来，出现大幅的获利的堆积。而价格对于前方的套牢盘来说应该已经完全的消化，因为从成交量上来看最近是连续的放量，所以必然呢是把左侧的套牢已经消化。那么套牢消化，我们就可以认为这里将是一个重大的支撑区，之前压力有多强，现在支撑就有多强。而我们往短周期来看，股价的上涨这一波单边当中，是不是最后的3天出现了3小顶？虽然价格走势是连续的3天的绿灯，但我们看到它的实体在缩短，最后一天是长长的上影线，类似于射击之星，而后股价又构成了3个小顶。我们说过，这种构建是比较风险的，是3个小顶当中危险最大的一种。那么目前阿哲的观点就是，价格出现上涨，风险最大的3个小顶，那么同时它是来到了这一个高点区间附近。这里的压力呢没有底下的那么大，但同样呢也是一个前高的压力，所以这里有所抛压也正常。那么3个小顶构成之后，价格容易回落，回落过程当中有一个强大的支撑在底下，也在这个缺口附近，这个缺口是跳空缺口，它有机会呢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缺口。那么价格走势这里将是一个区间底部的反转成立，所以只要往下跌，在这个缺口之上，在前方的这个区间支撑之上，我们可以去找到再次的买入机会。前面这个位置的突破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短线来说，小心3阳小顶高点的构成，这里是短线风险，但是回落下来又容易成为中期的形态买点。最后我们看到 MSTR 最近它的走势依旧是保持不活跃，依旧是弱势的，价格在昨天又再次的出现了下跌，而且是接近破位。我们曾经有提到过一个买点，就是价格前面的下穿 K 线以及呢连续的流出后的流进 K 线，它有一个关键的点位在这里，价格要出现下跌后的上涨，把它突破，我们说多方动能才强势，才有机会呢是买进的一个绝佳机会，但可惜一直没有产生我们一直在跟踪，一直没有。那么在底下出现下跌后的反弹有绿灯，我们也说你要买也不能买太多，我们真正的机会是突破上方关键 K 线的2个共振高点，而在此之前下方多为反弹，机会是不大的。所以哪怕这里呢出现一个反弹，但价格依旧没有突破，依旧还是震荡区间。而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在下穿之后水下运行，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上穿，上穿 K 线就是这一根阴线，上穿 K 线一产生立马被破位，所以多头目前是极弱的，股价下跌反弹，这里又是变盘高点，所以目前的 MSTR 在突破上方的这一个点位之前，我们哪怕做多也只能做超跌反弹，不能放太多仓位，要小心跟踪。这里稍微关注一下，我们要去关注一个红灯后的可能迹象。如果出现上涨当中绿灯立马转为红灯，那么可能提醒我们绿灯呢为风险，绿灯为诱多。那么下跌当中也是一样的，如果是红灯之后立马绿灯呢，则告诉我们昨天的红灯有可能是砸盘，因为你看到这个底下它出现了当天的上穿，而后又快速下穿，所以这一天变盘高点，那么这一天它不一定不会是震荡当中的变盘低点。那这里呢，我们给到一个点位，是股价今天收盘突破之后会产生绿灯的点位，这一天的价位是 329.43， MSTR 收盘突破 329.43， 说明昨天的下跌大概率为砸盘 K 线，那砸盘 K 线有机会出现短线的上涨，那么这也是可以作为突破这个价位之前做的一个博弈买点，但必须今天收盘在 329.43 之上产生绿灯才行。